下周克里斯多夫·诺兰生涯最具野心的史诗《奥德赛》就要上映。这部电影从宣布开拍那一刻就注定是2026年最巨大的电影盛事。希腊神话全明星阵容，3亿美元预算，诺兰甚至说这是他从影以来最困难的拍摄。但你知道吗？在预告破亿观看的狂欢背后，从好莱坞片场内部到影评圈，再到网络上的影迷社群，其实一直有一股微妙的焦虑。有人说这是诺兰的魔戒时刻，也有人担心这会是他的埃及艳后，豪华、庞大但失控。2024年奥斯卡，诺兰以《奥本海默》拿下最佳导演，全场起立鼓掌，好像他早就该拿了。今天这支影片会就《奥德赛》上映前你一定要知道的所有资讯、各方评论做介绍，以及网络上吵得最凶的选角争议。当然，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克里斯多夫·诺兰真的值那座最佳导演吗？奥德赛预计在2026年7月17日全球上映，是诺兰继《星际效应》后最长的作品，据传为187分钟。全明星卡司包括麦特·戴蒙、安海瑟薇、汤姆·霍兰德、罗伯·派丁森、莎莉·赛隆。我们来谈谈这部电影从宣布演员阵容第一天就没停过的选角争议。网络上吵了好几个月，大致可以分成3大派。这是开的第一枪，也是最大的一枪。荷马史诗的故事发生在地中海，希腊英雄特洛伊战争，爱琴海诸岛。角色原型当然是地中海人种，但诺兰的卡司一公布，千代雅演雅典娜，路比塔·尼永欧演海伦。支持者说这是无视种族的选角，演技优先，凭什么希腊众神一定要是白的？反对者则说，如果今天拍非洲神话找白人来演众神，好莱坞绝对被骂翻。为什么希腊神话就可以随便换肤色？这是双重标准。这个争议在社群媒体上烧了好几周，有人挖掘诺兰过去的访谈，他几乎从不谈选角的政治正确问题，只说我选我认为最适合的演员。但批评者认为，这种不回应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姿态。诺兰这次的卡司星光浓度是他生涯最高的一次，每一个都是可以独自扛票房的名字。但问题来了，一部史诗需要这么多明星吗？还是这只是票房保证？网络上有一派尖锐的批评指出，诺兰正在走一条他过去最不屑的路，用明星名字来卖电影。当年他拍《敦刻尔克》启用大量无名新人，拍《全面启动》时，里奥纳多是唯一真正的票房巨星。但这次奥德赛的卡司表看起来更像漫威的复仇者联盟。有人分析，这可能是环球影业在3亿美元压力下的强力介入。诺兰在环球的合约中据传拥有极高自主权，但3亿美元不是小数目，片场不可能完全放任。这些明星的集结，不如说是市场逻辑的必然结果。这是最尖锐也最难讨论的部分，但网络上从来没有客气过。首先是汤姆·霍兰德，他从蜘蛛人系列建立起邻家男孩的公众形象，这次要演古希腊王子。霍兰德过往的表演范围一直受到部分影评人的质疑，认为他在严肃戏剧的深度上仍有局限。不然影迷社群中有一大票人公开表示，担心他撑不起史诗的戏剧重量。再来是安海瑟薇，他跟诺兰合作过《黑暗骑士》《黎明升起》和《星际效应》，但两次的角色都偏向功能性。猫女是动作担当，《星际效应》里的科学家则在后半段几乎消失。这次他饰演潘尼洛碧，据说是剧本中戏份最重的女性角色。但网络上的疑问是，诺兰到底会不会写女人？
安海瑟薇能不能在洛南的剧本里找到真正的表演空间，还是潘宁洛碧又会变成另一个在背景中等待、偶尔掉眼泪的妻子？还有迈特·戴蒙，这次他要从40几岁演到60几岁，横跨20年。奥德修斯不是动作英雄，是一个被战争和海洋磨平灵魂的中年人，最后变成沧桑老人。戴蒙过去从未挑战过这种年龄跨度的角色，能否在肢体、声音、眼神中呈现时间的重量，是很大的未知数。网络上甚至有人说，这个角色应该给丹尼尔·戴路易斯那种等级的变色龙演员。当然，这些都还是上映前的讨论。洛南过去多次用成品打脸质疑者，当年的希斯莱杰、当年的罗伯·派丁森都曾被看衰，后来成为经典。也许《奥德赛》上映后，所有选角争议会一扫而空，但也许不会。2024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入围名单：马丁·史科西斯《花月杀手》，尤格兰·西莫《可怜的东西》，乔纳森·葛雷泽《梦想集中营》，杰斯汀·楚特《罪恶真相》，还有洛南的《奥本海默》。这是神仙打架的名单，然后赢的是洛南。我觉得这不是因为他最好，而是奥斯卡觉得欠他一座，加上电影卖得太好，不给他给谁？他只是在复习自己，没有真正突破。很多人说奥本海默是诺兰的集大成之作，他把过去用过的所有招数再玩一次，黑白与彩色双线叙事，早在记忆拼图顶尖对决就用过了。巨大声响、震动音效传达内心焦虑，在敦刻尔克大行动的滴答声就玩过了，手法本身没有任何进化。什么叫真正的导演视野要进？同年，尤格兰·西莫在《可怜的东西》里用鱼眼镜头伸缩舞台式布景，蒸汽朋克美学，凭空创造出一个完全原创的怪诞世界。你看过这样的电影语言吗？那才叫突破。乔纳森·葛雷泽在《梦想集中营》把声音当成叙事主体，从头到尾不拍集中营内残忍画面，镜头永远对着享受花园生活的纳粹军官一家，但背景里持续不断的枪声哭喊，分化如低频噪音，让观众从听觉体验邪恶的日常化。洛南拍出原子弹试爆的壮观，葛雷则拍出邪恶的平庸。论对电影语言的贡献，后者远大于前者。真正导演功课更难的人被直接无视。杰斯汀·楚特在《罪恶真相》里做了什么？一个法庭，一间木屋，几场对话，没有原子弹，没有 IMAX， 没有任何视觉奇观。他让观众从同情被告转为怀疑被告，再从怀疑转为自我怀疑。这是真正的内功。若能靠大量外部事件推进剧情，报不完的对白，密集的交叉剪辑，不断轰炸的配乐，楚特安安静静地从人物内在炸开真相。你说谁的导演功课更难？马丁·史科西斯在《花月杀手》放弃自己最擅长的黑帮片节奏，用近乎迟缓的步调呈现奥塞奇族被系统性毒杀。最后半小时用广播剧打破第四面墙，控诉美国白人对原住民悲剧的消费。这是80岁大师对自身叙事权利的自省。诺兰的结尾在做什么？还是一套传统蒙太奇加震撼配乐。这座奖是补偿，不是肯定。黑暗骑士连入围都没有，全面启动没给他，星际效应没给他，敦刻尔克入围了，但输给水底情深。业界积累多年的亏欠感，到艾本海默一次爆发。但最佳导演奖应该颁给当年最具成就的导演，不是过去被亏欠的人。如果诺兰早就该拿，奥斯卡应该在那些年份就颁给他。
不是在一个对手强得像鬼的年份用这座奖来清偿历史债务，更不用说票房算计。奥本海默全球大卖将近10亿美元，好莱坞终于能把大奖颁给一部既被认为是艺术又能卖钱的巨片，对外好交代，但这更像公关与市场操作，而非纯粹的导演艺术胜利。奥本海默本身就有导演失误，女性角色彻底扁平化。艾米丽·布朗饰演的奇蒂被简化为酒精与愤怒的妻子，最后突然在听证会大显神威，转折声音到像换了个人格。若男不会拍女性，这是长期批评，奥本海默完全没有改善。第3幕的能量彻底溃散，原子弹试爆成功是全片高潮，然后呢？接下来是漫长的安全许可听证会，节奏冗长重复，核心冲突从世界存亡降级为个人名誉。若男无法维持同等震撼力，大量依赖对话推进，暴露对文戏节奏掌控的弱点。说了这么多，不是要否定若男的才华，他是当代最会操作大规模实拍的导演，这毫无疑问。奥德赛光从预告和流出来片段来看，视觉规模已经超越他过往所有作品，但很会拍大场面跟值得最佳导演奖是两回事。如今奥德赛即将上映，没有物理理论的保护伞，没有真实历史人物的框架，若男直接挑战文学史诗，大家会拿他跟神鬼战士魔戒比较，如果成了，他或许终于能证明自己值得超越那座带有补偿意味的小金人。如果失手了，当年那些他不配的声音只会变得更大声。若男的电影其实很像 iPhone， 不是因为那只手机真的碾压所有竞争的产品，而是因为它是 iPhone， 那个 logo 本身就是信仰。品牌光环大到任何理性的产品比较都显得多余。若男就是电影界的 iPhone， 它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导演品牌，一种品质保证的标签。上映首周末，全球 IMAX 影厅照样会爆满，因为对一大群观众来说，克里斯多夫·若男这6个字就值得那张票。这种现象无关好坏，但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更该诚实地问：那些掌声，那些讲座，到底是给电影本身，还是给那个名字？奥斯卡把最佳导演颁给奥本海默，究竟是因为他是那年最好的导演作品，还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叫若男的人迟早该有座？从上映前的混乱风向来看，有人说奥德赛是旷世杰作，有人担心失控，选角争议从种族忠实度炒到明星政治，女性角色依然令人担忧。3亿美元是一场豪赌，这部电影极有可能成为若男生涯最具争议性的一部作品。你觉得若男的最佳导演实至名归吗？还是在奥本海默那年，你心中还有另外的人选？奥德赛的选角你满意吗？光影人生系，天涯觅知音。这里是胡扯八道说电影，我们下次见。